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王一博中同框，杨紫为肖战加油，星光大赏照出变换顶流江湖。而2024年爆剧不爆人，只有爆款，没有新一届顶流。来日命运仍然待定。盛典像是一年声势浩大的毕业典礼，也像是明年的预告。在可以批量生产之后，偶像的生存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。2025年的造星工业能制造肖战、王一博一样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偶像吗？2024顶流江湖依旧人来人往，照旧潮起潮落。而今年的星光大赏，既再次成为这个顶流世界的见证礼，也终于完成了肖战、王一博2024年的首次同框，博君一肖 CP 粉圆梦。从红毯秀上的肖战、王一博遭遇的意外巧合，到主持人林海一句新年快乐来日方长，女主持人回复以后会经常见面啊时，镜头十分搞事的切到了博君一肖的应援灯牌，故事在这里达到第一个高潮。肖战和杨紫合唱一曲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一曲终了，杨紫对肖战说了句加油，而后者握拳回应。然后肖战独唱，现场成为一片红海，故事抵达第二个高潮。而整个夜晚最大的高潮，显然是最后的合影时刻，吴亦凡、杨幂、王一博、赵丽颖、杨紫、肖战、迪丽热巴、杨洋8位顶流一字排开。王一博、肖战终于同台同框，虽然中间还隔着杨紫、赵丽颖等女星，但博君一肖粉丝真正的幸福时刻在这里。有网友发现了王一博偷瞄肖战，双人合影也被粉丝 P 出来了。轮到肖战发言时，粉丝现场尖叫几乎掀翻整个屋顶。肖战说自己会继续努力，不辜负大家的支持。对于投入热爱的粉丝们来说，整个夜晚的气氛散发着梦幻味道。而这个夜晚见证的又不只是这对王道 CP 再会，而是整个2020顶流江湖的风云变幻，流量世界车水马龙。而肖战归来还是肖战，姐姐们争奇斗艳，迪丽热巴颜值回春，这趟红毯谁赢了？今年星光盛典红毯的第一名，我选热巴。老实讲，这2年热巴的颜值有点不稳，但越是如此，星光大赏的颜值反击战越是来得猛烈。这晚迪丽热巴的第一套战袍是一件玫瑰刺绣拖尾白纱裙，白皙的皮肤和长裙与头饰的搭配，就像是玫瑰庄园冷艳的公主。虽然现场长裙多少有点拖地，梦幻感相比精修图少了，但不得不说迪丽热巴是镜头下的真美人。但我万万没想到第二套战袍才是绝杀技。bling bling 的吊带长裙，定珠闪片高开叉礼服，美又带着一股嚣张劲儿。而迪丽热巴真的好适合这一抹嚣张，是喷涌又洋溢的暗红。当然这一晚不会是热巴独美，露腰的宋茜看着最冷，女王范也最足，走起来气场真的很强了。杨幂换了2套礼服，2套都可圈可点，个人偏粉色抹胸蛋糕纱裙的造型，依旧是把头发扎成了蝴蝶结的形状，有少女心，似花仙子。唐嫣哪怕在糊掉的图里也还是很美。杨超越今晚穿着淡粉色裙子现身，高跟鞋露长腿，走路的姿势特别有气场。结果在网上一调侃，气场整个垮掉，说自己仙女拖地花苞裙礼服像我想开了表情包，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说大家不觉得，一说全世界都想开了。毛晓彤穿着一身黄色裹胸露肩裙亮相，可以算年底红毯秀个人最佳，尤其签名的那一刻，后背是亮点。同是30而已剧组，江疏影则展现了一场冷艳风。相比红毯的女星战场，男星方面最大的看点，不必多说，是肖战和王一博时隔1年后的再度同场。虽然走红毯的时候
还有粉丝调侃两人隔了个银河系。肖战走的是翩翩绅士风，一身薰衣草色斜金西装，带时尚鸟毯桑实胸针，寸头造型清爽帅气，就是表情太严肃了。肖战，放松一点。有趣的是，签名的时候，肖战甩笔还上了热搜。到了王一博，一套香奈儿女装外套，有帅气王子的既视感，鞋子是亮点。然后到签名时刻，他的签名笔也没水了，潇洒的在背景板上签了个寂寞。反正就是，虽远隔银河系，可是缘，妙不可言。杨紫对肖战说加油，肖战迎粉丝红海，今年有多少名场面？到了现场表演环节，原本最精彩的应该是各家粉丝的 battle 之战。每年都有吃瓜群众在盛典之前就开了投票贴，让大家下注今年是什么海。但到了今年，现场又很奇妙，粉丝们实现了某种奇妙的共融。表演的重头戏落在了余生 CP。杨紫在红毯上造型看起来普通，但到了演唱环节，仙气就出来了。脖子后方的两条丝带随风飘扬，独唱了一个人喜欢一个人，歌曲很甜。结果更甜的是后面，杨紫还在唱，肖战从舞台后面慢慢靠近，然后杨紫一扭头，两人相视一笑，你告诉我这不是偶像剧？接下来就是肖战与杨紫合唱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了，看过现场的人都被两人的歌声互动甜到，这对 CP 我所死。一曲唱罢，小猴子下台前还跟肖战说了声加油，肖战握拳回应，在目送他离开。看完我请求余生马上给我开播，要吃更多的糖，立刻马上。要说现场的设计也是很妙，肖战和杨紫合唱一首，再独唱一首，王一博则是独唱新歌《熹微》，对，就是赵丽颖应援说好听的那首。这个段落最震撼的时刻在肖战独唱时来临。肖战的人气有多高？就连现场的支持人都被吓到，红海包围了整个现场。当肖战最后退场的时候，还深深向观众席鞠了一个躬，表达自己的谢意。那一刻，观众席亮起了肖战没有人能夺走你的远方的灯牌。相比之下，博君一肖的灯牌也显得寂寞了。一场星光大赏，见证顶流江湖潮流变换，又好像一切都没变。一年过去，被改变的不止 CP， 还有整个流量江湖。置身其中，难免会感到自己好像某个重大事件的见证者。如果本身有 pick 的偶像，那还有种亲历流量江湖变换的参与其中的感觉。肖战和王一博在星光大赏舞台上的出现，就像是一种隐喻和对照。年初的某一刻，肖战也曾经陷在赛场上等待自己的命运，王一博则屡屡冲到台前，无论资源、代言还是各大晚会的排面，都是名副其实的顶流。而如今肖战归来，红海作证，他依然是顶级偶像，站在台上就可以掌握观众呼吸的人。总说变换才是永恒，但有恒久才有变换。例如2025年出生的赵丽颖和2023年出生的唐嫣和杨幂组成了最强85花旦阵容。85花的困境说了这么久，小花来来去去，要超越他们还是很难。这一年宋希平下一站是幸福提升人气也遭遇争议，金鹰女神风波已远，未来还需继续打磨。而江疏影的作品很多，但缺少一部吸粉的剧集，30而已红是红，最红的角色属于童谣。杨超越人气和观众缘都在上升中，但缺少一个爆款作品。赵露思小爆的作品不少，但一系列迷惑操作多少拖累了口碑。没关系，盛世还在。回到男星江湖，一年征战，似乎并没有去年3爆同级别的顶流诞生。丁禹兮今年靠陈芊芊火了，但人气没有延续。上一届一剧一火的徐正熙抓着平底锅就上阵了，主持人一脸好奇问为什么。
他解释是想在红毯上和祝绪丹合影。许光汉是和杨超越一起走红毯的，但年初的星光似乎也很难一直持续到年末了。30而已的3位男演员合体，可谓是渣男大聚会。许放炮带着绿茶出场了，海王带上了3叉戟，但这部剧最火的还是女主。于正力捧的徐凯，这次戴着金丝眼睛，有点斯文败类帅哥那味儿了，但他的下一部爆款还在等待中。要说好磕的 CP， 还是罗云熙和陈飞宇。有网友拍到罗云熙在后台帮陈飞宇整理胸针，罗云熙还在后台群访中提及陈飞宇，说两人在杀青后许久未见，表达了彼此的思念。必须说罗云熙实在是太瘦了，瘦到快脱缰，但到了浩一航预计明年4月播出的时候，这部夏日限定大概率令他们人气急升。但现在还要等一等，他们的时刻还没真正到来。至少今年压轴出场的还是有些发腮的吴亦凡，寒风中搓搓手，就以吴亦凡穿风衣还冻得搓手登上热搜。人到中年的质疑再多，即使没有影视剧播出，他还是顶流。同样依旧能打的还有出场的杨洋和没来的鹿晗、李易峰，这些曾经被担心过气的初代顶流，今年一个个凭作品翻身。杨洋新剧没播，但已经被广泛看好。娱乐圈的明星们都在谋求着出路。娱乐圈总是这样，有人蛰伏多年，疏忽之间攀上顶流高峰，有人在人设崩塌的群潮中悄然消失。而在今年的寒冬中，更多人是不断摸索着转型。至少在顶流制造上，2024无法再复制去岁的荣光。回想去年暑期初至《亲爱的热爱的》开播，李现一夜爆红，7月现男友成顶流，盛夏8月《陈情令》收割流量，博君一笑横空出世。而2024年爆剧不爆人，只有爆款，没有新一届顶流。来日命运仍然待定，盛典像是一年声势浩大的毕业典礼，也像是明年的预告。在可以批量生产之后，偶像的生存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。下一茬的偶像们一边在他楼元年消失，有些正加速赶往舆论中心。2025年的造星工业能制造肖战、王一博一样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偶像吗？但对于在这个夜晚投入追星的粉丝来说，这个问题无足轻重。流量时代已不可逆，不管是谁，那个位子总会有人来做。从昔日的神颜偶像派变身戛纳影帝的安东尼奥·班德拉斯在获奖感言里曾说，人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生活在红毯上，但在任何一个艺术从业者背后，都有许多牺牲和痛苦。当然，我们有荣耀的夜晚，今晚就是，这是最好的，而最好的还在后面。